你这回来不是休假吗？怎么就出什么事儿了？我这不2年请了1回年假吗？我这前脚刚走，经理直接把我跟了大半年的项目给了别人，太没意思了，在那干。什么人呢？这种公司不在那干就对了。什么叫对了？那怎么能一走了之啊？你这该争取的还得争取，还争取什么争取啊？不，你真是，那你打算怎么办？我这2天投简历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我的岗位。哎，好，好，好，爸妈能帮上你什么？你说。哎呦，真不用。对了，还有个事儿，我呀，想自己租个房子搬出去住。你有病啊！搬出去住，花那冤枉钱。妈，我都自己住习惯了。再说了，我要住1天2天还行，我真住久了，你们肯定嫌我烦。哎，不，你放心，我们一定不会烦你。你看你在家住多好啊，我们管你吃，还给你洗衣服，这不比你一人在外边饥一顿饱一顿的强啊？那不一样，我又不是小孩儿，您不得给我点个人空间啊？你想要个人空间啊？啊，那好啊，等你结了婚了，你想要多少空间，我们就给你多少空间。宋局，这什么？这个是公开渠道搜集到的长安科技的资料。这么快就开始查了？公开渠道搜集到的，所以不会有太大动静。安静，切入点想好了？已经想好了，正想跟您请示呢。我们想查，又不想动静太大的查，所以呢，可能需要相关部门的配合，让他们来主查，我们配合他们。我来协调，你们的意见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和安科长已经达成了一致。安静，你先说说长安科技有什么疑点？你们可以看一下我刚刚发给你们的资料。我发现长安科技 A 轮融资和 B 轮融资的间隔时间非常的短，然后呢，我也去对比了其他同类型公司的间隔时间。宋局，真的跟安静达成一致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些冒险。怎么讲？这个怎么说呢？就很像扫雷的游戏，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步有没有可能踩到地雷。那如果我们真的踩到了，就满盘皆输。谨慎一点是好的，但是我对安静他们有信心。这我知道，我只是单方面的从案件本身考虑，确实容易见微生智。宋局，如果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继续查阅资料。安静跟我走，杜蒙你留下，我送你。啊。马上啊，你在北京工作了10年，回到双清，是不是觉得有点不习惯呢？其实有一点吧，但还好。比如说呢，什么地方觉得不一样？比方说，大城市的规矩比较多，人情比较少。都说大城市的人比较冷漠，其实我觉得还挺舒服的。跟我刚回来的时候感觉一样。
你也是后来才调到双清的？我在深圳工作了15年，8、9年去的，可以说是见证了深圳的崛起吧。还有这事儿呢，宋局。这么说起来，您过去也挺神秘的啊。我也是双清人。刚回来的时候啊，觉得人情世故这个东西太多了，烦得不行。其实啊，你之所以觉得人情的东西不舒服，都是因为你这个工作需要你保守的秘密太多了，对身边的人也得瞒着，有时候还得撒谎。说少了吧，怕人家不理解；说多了，又怕违反纪律，是吧？这方面安静跟你不一样，他父亲是老官了，比较能够理解他的工作。你父亲也在国安？话也说回来了，后来我慢慢觉得啊，人情这个东西，说到底，是一种感情寄托，一种牵绊。马上你记好了，一切以任务为重，但是也要尽量的顾及身边人的感受。这个没有平衡点可找，只能是有机会就多做一点。人情这个东西要真的没了，活着也很难受的，你就更没办法尽心尽职的工作了。杨总您好我会个朋友，他应该已经在这儿了。那您知道房间号吗？我领您过去。不用了，我自己来啊。那您随时招呼。好。苗总啊，你来之前也不打个电话给我，我派人到门口迎迎你。不用，人多眼杂。坐下说吧。什么事电话不能说，非要见面？我们有10年没见面了吧？我就不能找老朋友叙叙旧？哎，老朋友见面不要把气氛搞得那么紧张嘛。老朋友，我跟你之间恐怕连普通的朋友也谈不上吧。我要是不把你当朋友，就不会在你当年落难的时候出手相救。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当年赌场的事儿都是你一手安排的。先害我输钱，再出手救我，这不是你设计好的圈套吗？是我拿刀逼你上赌桌的吗？啊？不管怎么说，欠你的人情，我也都还清了。行了，咱们换一个话题。我听说你大女儿就要结婚了。
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我这个当伯伯的不能失礼。密码和过去一样。何老，你这礼太重，我受不起。喂，露露，这是你送的，你送的我都喜欢。有事先挂了啊。苗总，林总的秘书通知您过去开会。现在啊？之前没有这个安排啊？刚通知的。行，我一会儿过去。好，那我先过去。临时召集大家来开这个会呢，是有件事情想跟大家通告一下。苗总，还是您亲自跟大家说吧。好，这样啊，我跟林总商量过了，今天请大家到这儿来，就是想公开的告诉大家，以免将来有什么误会。我呢，已经正式提出辞职了。苗总啊，您这也太突然了吧？也不能说是突然吧，其实有这个想法已经很长时间了，只是到了昨天晚上才做了决定。年纪大了，身体的各个部件都开始出毛病，这不，昨天晚上我这心脏就差点罢了工。要真是这样，我今天可就见不到大家了啊！所以啊，我这也算是经历过生死的人了。总结下来，还是健康和家庭最重要。我们苗飞呢，很快也要结婚了，我啊，想在家里享享天伦之乐啊。苗总，我觉得您这个事儿还得好好斟酌一下。你这公司毕竟是您一手打拼出来的，肯定有很深的感情，怎么可能说走就走呢？而且这个 DS 材料人工合成技术的项目马上就要完成了，这对您来说是亲生孩子。你这在孩子出生的这一刻，您作为父亲，您得在。你说我说是不是？苗总，不能走，你这怎么不能走？你这接台工作没法做，我们。谢谢大家。说起感情啊，其实这些年在鼎华，确实有很深的感情。不过，我在这个位置上也这么多年了，现在年纪大了，我退下来，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对吗，林总啊？哎，是这样的啊，苗总呢虽然卸去了常务副总裁的职务，但是还继续会以顾问的形式留在鼎华，跟大家还是同事。进来。爸。啊，菲菲。干什么？我没事儿。您心脏怎么了？去医院检查了吗？傻丫头，每年体检都是你陪我去，爸爸的身体状况，你不比我还清楚啊？昨晚您不舒服，露露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我刚才啊有点夸张，其实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我都没跟露露说。来，菲菲啊，你跟露露都长大了，也不用爸爸操心了。公司呢发展的也挺好，
所以我想我能提前退下来。不是爸，您想早点退休，我没什么意见，这个我都听您的。但是身体的问题没有小事，这个您得听我的。今年体检咱们提前做，我联系医院安排这事儿。好，听你的，都听你的啊。进来。啊，哎呦，那我一会儿再过来。不用，菲菲啊，晚上回家吃饭，把长安叫上啊。好，那我先走了。好。喝点茶。不是苗总，您这也太突然了吧？你这前2天还在指导工作，这转眼儿，哎呦这，哎呀，这早一天晚一天，反正这一天迟早回来啊。不是，说是这么说，但是，哎呦，接受不了。哎，对了啊，您交代我那事儿还继续办吗？那件事儿进展的怎么样？您交代我的事儿，我都是以最快的方式去做。现在这个配额不太好拿，但是呢，我想了点办法，最后再签个字，应该没什么问题。你辛苦啊！哎，你办事啊，我是最放心的。爸，我来洗不？不，洗完了。你把那个火关了，汤都开了。那这些菜我来洗啊。好。嚯，爸，炖的什么汤呀？这么香啊？可以啊。哎，爸啊，听菲菲说您辞职了，忙了大半辈子了，我也该休息休息了啊。但是您这一走，这公司不就乱套了吗？虽然说咱们鼎华现在根基稳固，但是不也离不开你吗？外边的人这么劝我也就算了，你是家里人，你还说这些？哼，行，你放心，你的事儿我都办了。爸，我不是这意思，我是真的有点担心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该做的我都做完了，剩下的不就让给那些年轻人去做了？哎呀，长安，我这退了休，咱们这个家可要仰仗你了。哎呦，爸，您这哪说的呀？您到什么时候您都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啊，还有，公司上市在即，你可不能掉以轻心。放心吧，爸。师傅，靠边停一下。好的。来，你在车上等我会儿。喂。喂，长安，事情办得怎么样了？配额马上就可以拿到了。不过苗华阳私下找我谈了，他想多要抽成。你这个老丈人可真贪心啊！给女婿办事情还不忘给自己拿好处。短时间内，咱俩还是别见面了，电话也不要打了。怎么了？
郑姐，咱们市局现在谁说了算啊？当然听老宋。那凭什么咱们的行动还要听马上的意见？马上参加过很多大案，积累了很多经验，他的意见当然很重要。再来，继续。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了。晚上给你过生日啊，我亲自选的地方。这么有心？那必须的。什么节目呀？保密。换衣服吧，干活了。郑姐，来配合的老张已经在等着了。你好。你好，我们有点事想见贾总。几位稍等。国安，还真是第一次跟你们打交道啊。那你们有什么问题随便问。长安科技涉及到 DS 材料相关的日用品生产和研发。据我们了解，贵公司的矿石配额不少，但是没有产品上市，是这样吗？哦，这个情况属实，因为我们公司采取的是多线并行的策略，很多款产品都在紧锣密鼓的研发当中。就我们这个行业来说的话，技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呢，都还处于开花未结果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么大量的配额都用在哪儿了呢？首先，我们的 DS 矿石不管是来源还是去向都是合法的，这点你可以放心。就单去向来说的话，一部分我们是用于日常的研发，另一部分呢，我们储存起来了。储存？我可以理解为是闲置吗？说闲置可能不太恰当，准确的说应该是战略储备。存在哪儿？这个我们有详细的记录，我可以提供。这就是我们 DS 矿石的储备的相关材料。有一点我可能要跟你们再介绍一下啊，我们公司基本策略之一呢，就是坚决不会触碰任何法律底线，我们没必要给自己找麻烦啊。贾总，您刚才说战略储备，请问这是个什么意思？储备 DS 矿石也是我们的基本策略之一，这有什么问题吗？能具体的解释一下吗？国家目前对于 DS 矿石的管制现在是越来越严格，而且大趋势呢也在趋于紧缩。我们现在储备矿石，一方面是为了等我们的产品推入市场之后，我们就可以立即扩大生产，不会遇到原材料的问题。那另一方面呢，矿石本身就是资本，这也是我们公司未来发展的基本保证之一。举个例子啊，就像房地产开发商买了地不盖楼，等地价上升，一样完全不赔。郑姐，我看这贾成安挺配合的，不像是心里有鬼啊。是吗？你再想想。对了，储藏这么多矿石，资金来源是哪儿啊？公司只有支出没有入账，这不太正常。不是这个，再想。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人太配合我们了？啊？你想啊，他开的是一家公司，又不是一个作坊，怎么可能所有的文件都放在他那儿呢？对呀，他也没问秘书，也没找，直接就把材料拿出来了。
而且我刚才粗略扫了一眼，项目进展、资金支出这些全都在那堆文件里。你是说他提前就准备好了？你换位思考想一下，如果我是老板，我肯定也不愿意就这么把公司的重要资料交出去。可贾长安都没试着回绝一下。晴姐，你的判断没错，这个贾长安值得一查。老板，你电话。你去忙吧。喂，怎么了？国安的人刚才来公司了，什么事啊？说是例行走访，但是话里话外都在问矿石的事儿。他们说还要再来。准备的材料呢？给他们了。那就应该没事儿，你不要自己吓自己。没事儿。没事，他们跑我公司玩来了。这样，你把监控调出来，拍张照片给我。别看了，没人跟着。现在怎么办？这事不怪贾长安沉不住气，我也觉得国安的人突然出现不正常。矿石配额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办好了。不过贾长安说苗焕阳那边要增加抽成，意料之中。那国安那边？这事不用担心，就算真的被国安盯上了，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来。你当然不担心。又不会牵扯到你，先稳住贾长安能办到吗？暂时没问题。我们早就想好了备用计划，沉住气，别把自己搞乱了。你是不是觉得现在一切还在你的掌握之中？那苗焕阳辞职也在你的意料之中？什么时候的事儿？你们见面的第2天。你打算怎么办？这事你不用管了，我来跟进。贾长安把照片传过来了。谢谢大家，谢谢你。小庞啊，跟大家说2句吧。啊，还是那句话啊，感谢大家，感谢林总跟董事会的厚爱，也感谢老领导苗总的推荐，当然了，更得感谢各位同事的信任和支持。哎，能坐在这个位置上，哎呀，我心里这种激动没法表达。但是说实话啊，在激动之余，还有一份忐忑。为什么说忐忑呢？因为大伙儿都知道，
常务副总这个位置。哎呦，这个担子真的是太重了。但是，知难而上，艰苦奋斗，正是鼎华的精神和作风所在。我庞一山定会兢兢业业、竭忠尽智，做好每一项工作，绝不辜负林总跟各位对我的厚爱。谢谢。老庞呢，这么多年来兢兢业业的，为鼎华做出了诸多贡献，大家有目共睹。我相信他在新的岗位上会创下更多辉煌业绩。老庞啊，接下来跟大家说说近期的工作计划吧。好，大伙儿都知道啊，咱们的拳头产品精确自动化手术仪马上就要上线投入市场。在这种前提下呢，我们需要新鲜的血液，纳入各方面的人才。就此呢，我和林总有一个初步的想法。林总，这么重要的事还是您来说吧。以前的人事管理部门呢，是行政管理中心统一管理负责的。可眼下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有必要单独成立一个人事部门，从行政管理中心分离出来。是的，因为大伙都知道，行政管理中心事务繁杂多样，单独成立一个人事部呢，仅仅就是为了更好的方便于招聘，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由上层直接监管。小苗总，你是行政管理中心的负责人，有什么意见你可以及时提出来。领导的决定我没有意见。这个我得给你解释一下啊，就是单独成立这个人事部，就是为了方便招聘，可不是分割你的权利。我没有这么想，只要对公司好，我全力支持。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大家都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出来。如果大家没什么意见呢，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物色新的人事管理人才。老庞，你和苗飞呢要尽快的制定出来招聘标准。好的，好的。这些资料我们都筛过一遍了。你说长安科技一直在卖理念，没有任何产品推出，却已经融到了 B 轮的融资。现在资本市场都这么玩。现在这个行业形势就是，谁拿到 DS 矿石资源，资本就看好谁。可能真被你说中了。它的储备量太大了，贾长安的操作空间非常大。我建议啊，先去查一下他的储备地点。我也这么觉得。你那边怎么样了？有眉目了吗？宋局给我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说鼎华的人事部要独立出来，再招聘主管。你要去面试主管？嗯。我知道有些困难，先试试再说呗。安静。贾长安现在一定是有所察觉。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还不如据实施压，查一下长安科技的库存什么的。这个刚才不是说过了吗？生日快乐！这，看看。大一那时候就说好了，等到了秋天，一起去香山看枫叶。结果，但是后来我自己还是去了，找了一片颜色最好、最完整的叶子，
不知道，一定是我太硬了，要不然我……谢谢，我很喜欢。那我先走了，拜拜。拜拜。自己来的？那我以为你会把那个谁一块带回来。别傻了，他能曝光吗？走吧。哦，对，哎，静姐，那个人还没到齐呢，要不咱们等会儿吧？进去坐着等呗，走吧。你们吓死我了！不是说人都没到呢吗？这不是给你个惊喜吗？坐吧，寿星。来，快坐。徐校长，徐。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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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科长，许了一个什么愿望？我知道，静姐许的愿望肯定是希望咱们这个案件尽快侦破，对吧？这个好。我呀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哎，安哥，不能说了愿望就不灵了。新蛋糕，这新蛋糕，来，咱们来，吃蛋糕。来，我来敬大家一杯。来。今天谢谢你们陪我过生日，祝我们这个案件可以早日侦破。好。5年以上。哎，小橘子，妈给你熬的银耳汤，来，快趁着喝了啊，润肺。谢谢妈。哎，怎么着？你要进鼎华呀？您知道鼎华？哟，鼎华谁不知道啊？鼎华是咱们这儿最知名的企业了。而且在双清，鼎华也算是行业的龙头老大了吧？这得问你爸。哎，不过在鼎华还没上市的时候啊，你爸在那儿就给他们跑运输，跑了有10几年了，多少也应该有点交情吧？真的假的？真的。妈啊，您看这招聘条件啊，工作经验和学历我都符合，但是这个年龄不低于35岁，就这点现在卡在这儿了。聊什么呢？你们？爸，听说您认识鼎华的高层人员？没有啊。哎，妈，你跟那个苗总不是挺熟的吗？苗焕阳啊，对，就是他。我倒是每年给他们送几趟货，算是认识吧。哎，对，那个上回你给他送货，不是他还请你吃饭来着吗？是啊。不，你们怎么突然问这个？干嘛？爸，是这样啊，我呢想进鼎华，但是这个招聘条件有点不符，所以想让您替我牵个线。牵线啊？说。喂，贾总，国安的人来了。又来干什么？他们就在我旁边呢，说有事儿找您。请他们进来吧。好的。哎，你好，咱们又见面了啊！贾总打扰了。没事，来坐。不用了，
我们这趟过来又得麻烦您了。应该的，配合调查嘛。我们想去看看储存 DS 矿石的仓库。你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说。啊，困难倒是谈不上，就是，那我直说了，你们这频繁的来我们公司，搞得我们公司现在上上下下人心惶惶的，让我们很难做啊。这个您不用担心，我们这次的调查针对的是所有涉及敏感资源的企业。好，我们公司的仓库比较分散，又都在郊区，你们是每一个都要看吗？没关系，只要不耽误您工作，就麻烦带我们跑一趟吧。那我们抓紧时间，请。贾总，听说您是双清理工材料学还有经济学的双学位是吧？你怎么知道啊？也是。毕竟像我这种小人物，你们国安想要调查我，很简单嘛。您可不是小人物，您15岁就考上了双清理工，不仅攻读了双学位，听说还年年都拿1等奖学金呢。更厉害的是，18岁您就保研直博，期间还发表了3篇期刊论文，您可是不折不扣的学霸啊！这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你22岁就博士毕业了，你那个时候可以选择留院继续研究，或者是出国深造，你都放弃了，为什么？早点参加工作，也好减轻家里的负担吧。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选择自己想走的路嘛。好，这边就是我们近郊比较大的一个储存 DS 矿石的一个仓库了，你们可以随便看看。您这储存量可真不小啊！这都是一些原石，比较占地方。其实我们精炼的矿石呢，都在另外一个仓库，离这儿大概得10几公里吧。哎，贾总，咱们这儿上一批矿石入库是什么时候？大概1个多月前了吧。哎，不过我们过2天会有一批新的矿石再入库，你们想来参观一下吗？好啊。好，哎，那我带你们去前面再看一眼。咱们方便分开查看一下吗？哎，贾总，前面有几个集装箱，咱们能打开看看？可以啊，看看吧。怎么了？最近经常下雨，所以我分析呢，这些印记应该是最近留下的。但贾长安坚持跟我说，上一次矿石出入库还是1个月之前的事情。没惊动他吧？当然没有。我想，就算矿石的储备量有问题，也跟我们调查的技术窃密案没有直接的关系。况且贾长安跟鼎华还有跟苗家关系那么密切，我觉得还是应该先观察他。说得对。接下来我要安排跟省厅的人一起开个会。散会吧。安哥。安哥，你们和沈厅并组了，咋没带上我们呀？规矩懂不懂？不该问的别问。杜某，这次情况特殊，是上面的安排，但你们放心吧，所有重要的情报我们都会及时同步的。开个玩笑，规矩我懂。照我说啊，咱们今天晚上去矿石码头走一趟，先把证据拿回来再说呗。还是等宋局那边的安排吧。走吧。今天终于可以按时下班喽。今天都练得不错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再见，再见，下节课再见。再见了。哎，老王，哎，你早来了。刚来一会儿。
那你怎么不进去呢？哎，怕打扰你工作嘛。哎呀，怎么会呢？哎，安安，这是王叔叔。啊，你就是安静吧？你妈妈常说起你，今天终于见到了。王叔叔好。你好，你好。那安静来找你了，我就不打扰了，我先走啊。好，你们聊。好吧。生日过得怎么样？跟同事聚餐去了，还挺开心的。那就好。妈啊，这个王叔叔看着挺有气质的，他是做什么职业的？医生。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哎呀，就是朋友的朋友，本来也没想什么，后来聊了几次就……哎，别光说我了，说说你吧。我觉得呀，你就是自己要求太高了。我要求哪儿高啊？你看啊，我喜欢个儿高一点的，白一点的，然后性格得好吧，智商、情商至少得合格吧？你说我这要求过分吗？我觉得呀，你这个标准啊，完完全全是按照你大学时候的那个男朋友马上定的。我真没有。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当年要不是为了照顾我，恐怕你现在也已经结婚生子，有自己的家庭了。我觉得我能陪着您挺好的。那可不行，你这么好的年纪，不能老原地踏步啊。妈，您就别担心我了，您放心吧，我碰上喜欢的，我肯定不放过他，行吗？行吗？好，行吗？看来杜某这次真的是掉了东西了。我们竞选的判断一般都不会错。可惜还没找到突破口啊。矿石的进出口记录已经严格核查过了，购买渠道、运输渠道，还有矿石样本的重量、成分，都没有任何问题。对了，这是我昨天晚上发现的。长安科技其实并没什么产品，矿石除了储备就是用于研发，但是这研发的损耗率，是不是太高了点？这可能是条路子，我可以去查查。马少，你那边进展怎么样了？弄着呢。抓紧吧，别回头我们这边案子都结了，你连鼎华大门都还没进呢。我没说错呀。哎，马上，你上次提醒我之后，我还真发现不少东西，比如说长安科技的股权构成，贾承安作为最大的股东，实际占股才30%多，剩下的股份都分散在一些小的股东手里，而这些小的股东加起来，你是说，如果有人可以操控这些小股东的话，就可以控制长安科技？不一定吧，好多公司的股份都这样，哪那么容易操纵？子轩，股东身份信息核实了吗？我们想一块儿去了，所以我查了一下，大部分的股东信息都不完整，我感觉是编造出来的。你觉得呢？也就是说，贾长安可能已经被人控制了，是个傀儡。不排除这种可能。贾长安作为长安科技的台面人物，不可能完全不知情。我觉得，你们可以按照这个路子继续查，一定会有收获。马上，想什么呢？没想什么，怎么了？我在想，我们现在有线索了，反而变得没有头绪了。你说说。咱们本来查的是科技窃密案，结果现在越查越像走私了，好像偏差了。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这工作啊，就像拆毛线球一样，很可能拆着拆着，线又牵回来了也没一定。
你那边呢？进鼎华，秦听都把你夸上天了，你这办事效率好像也一般呀。目前呢，确实存在了一些问题，卡在应聘条件上了。他们说我年龄不够，但是如果我改年龄的话，就太冒险了。在别的地方都没事儿，但这儿是双清，很多朋友同学都在这儿，太容易露馅了。你现在这个样子，说你35岁都是往年轻了说。怎么了？不喜欢成熟型的？好了，不跟你开玩笑了。其实我倒是有个路子。这说起来也挺巧的，我爸和苗焕阳也算是有点交情。你爸？他那个小公司是负责运输的，在鼎华上市之前，他们已经就有业务来往，一直以来都10几年了。我爸这个人吧，不太喜欢搞人际关系，所以和苗焕阳也不算是有多少。我不知道啊，但我建议尽量不要把家人牵扯进来。其实也没事儿。换个角度想，我爸牵线帮我走后门，那么我进鼎华这事儿就看起来更加真实，我的身份也不容易暴露，家人也就更安全，对吧？这个事情，我真没办法给你建议，你自己想清楚。我回来了，洗手去啊。好嘞。哎，老马，把那油烟机关上。哎。哎，儿子啊，怎么样了？那边说年龄是硬性条件，我现在连简历都递不进去。哎，老马，你看儿子他要进鼎华，这事还真得你出马了，你就找那个苗焕阳说说这事儿。这个，爸，我知道您骨子里面还是一名军人，一直坚守着自己做人的原则。我也向来都是以您为榜样和楷模。行了，这跟谁学的？一家人说话不用绕弯子啊。还是那些事儿，估计啊，真得请您帮帮忙。这个，我还得再想想。你给他当牛做马这么多年了，你就求他办这点事儿，你还要想想。什么叫当牛做马？我们只是生意往来而已。不是，那你这瞎琢磨什么呢？什么叫瞎琢磨？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这么难听？我又不是说让你给人家送钱送礼，我就说你正正经经的呢提一个意见，为咱们儿子争取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同不同意是他们的事儿，但是你说一句又能怎么样啊？走后门这种事儿，我马俊海从来不干。来了。哎呦，老马，苗总，你可是稀客啊！你好，你好。这是我儿子马尚。哦，苗总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快请进，快请进，快请进。哎呦。来，坐。哎，随便坐，老马，我去拿水啊。哎呀，苗总啊，这么上门打扰你，真是不好意思。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怎么能说打扰啊？烧点水，咱们喝点茶啊。马上，大小伙子真棒，年轻就是好啊。老马，这些年的合作伙伴中，要是论人品，我最佩服的还是你。你看，我在鼎华的时候，你从来不来跟我攀近乎，我退休了，你可是第一个来看我的。苗总，你看，你这么说，
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了。我这啊，这么些年的朋友，有什么话你就直说。虽然退休了，余热还在。那我就直说了。其实就是我这儿子的事儿，他呀，刚把北京的工作辞了，想回老家来发展。好啊，这不，听说鼎华人事部在招一个主管，我就想，这事儿必须请你帮忙，就厚着脸皮找你来了。姚总啊，这是我的简历。我看看啊，京师大毕业，专业是对口的，工作经验也蛮多啊，不错不错，这么好的条件，应该很有竞争力的。但是咱们这个职位，要求的是35岁以上，我投的简历基本上都被退回来了。对，就连简历都递不进去，所以说才来找你嘛，希望他有个面试的机会。老马，这提起鼎华呀，心情复杂。苗总，其实我也想问，你看你这么年轻，身体这么好，怎么突然就从鼎华离职了？这我呢是累了大半辈子了，想做的事也都做完了，这年轻一代也都培养起来了，我呢干脆提早退休，享享清福。是这样，鼎华的这个人事部呢，原来是属于我女儿管辖内的行政管理中心，可最近啊，她分出去了，所以我们家苗飞现在手上的权力，你在鼎华也奉献了大半辈子了，你这刚一走，他们怎么能就这样对你啊？大公司都这样啊。马上啊，你要是真想进入鼎华，你得有心理准备。从工作上呢，大家都是同事，一旦要牵扯到利益关系，那情况就会复杂。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以外，怎么应付人际关系，那可是一道难题啊。姚总，这个我懂。行，简历我留下啊，放心，我一定把它递进去啊。不过我能做的也就到这儿了，之后的事儿，看这小子自己的啊。谢谢苗总，这样就已经很好了。你说的对，能不能当上这个主管，那还得看他是不是真的有这本事。要是没这个能力，就是当上了，那也是无人无己。老马，你是明白人啊！水开了，咱们喝茶。哎。你好，进。菲菲。爸，你怎么来了？我来跟你聊聊。倒水啊，刚跟林总聊了点事儿，顺便过来看看你。聊什么事儿了？有一份人事主管的招聘简历，你也看到了吧？哦，就是那个马上，对吧？嗯。工作履历还不错，就是年龄偏小，不符合公司规定。以后没有年龄规定了。他是您推的人？朋友的儿子，刚回到双清来找工作。我觉得这小伙子能力还行，你可以关注他一下，也要多观察，看看他适不适合在这种公司工作。明白了。您就是为了这事儿过来？是啊。原来的那个招聘条件，那分明是想推杨迅上位嘛，这怎么行啊？不公平嘛！所以您就借林总的手，给他们施加点压力。我那是敲打，不然的话，他们将来拉帮结伙，不利于团结。您这一出手，我这儿压力小多了。哎，你呀，你是行政总监，这人事工作，在你这儿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很不能马虎啊。另外，多一个可靠的人在身边，不是挺好吗？明白了。
我这正好也有几个合适的人选，我会先找个机会把他们约出来面谈。动作挺快。那必须，你女儿。这是自己看，老苗子亲自送过来的。马上，谁呀这是？你想这苗焕阳能亲自把这送来，关系能一般吗？唐总，您不是说这个职位您可以安排的吧？哎，你每天在公司一身的酒气，顶这么个黑眼圈，你怕所有人看不出来你每天花天酒地啊？应酬，完全是工作应酬。我就是为了给你安排，这被林总叫过去训了一顿。那现在该怎么办，郝总？你小子以后给我稳重点啊！我不是什么事儿都能罩着。记住了。所以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宋局。很好。刚才的这个简报大家都听明白了啊！长安科技以及贾长安存在重大嫌疑，我和省厅那边已经达成了一致，立即对贾长安实行全面的布控。宋局，我们为什么不能主动施压，就这么守株待兔？是不是有点吃力不讨好啊？我们叮嘱贾长安，不单是要获取他走私的证据，根据省厅那边的情报，很有可能有其他人在背后实际的掌控长安科技。单抓贾长安是没意义的，他只是个虾米，我们要抓的是大鱼。行动的批准已经在走程序了，最晚明天中午之前下达。安静。It's me. The minerals have been shipped. Ha! Finally, good news, huh? But it might be the last batch of goods. Why? Our middleman is not stable. The business can be stopped for a moment, but you have to find another source as soon as possible.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pend so much time on minerals? Our target is synthesis technology, isn't it? It's too hard for you to do two different things at the same time. I got it. I need more time. Then do it quick. Did you mention that the middleman is unstable? I'll handle him. Chao, if every time I have to pick up the shit of Can you help? Yes or no? I will deal with it.
你们注意看这里，这是贾长安现在的住所。他现在的状态呢，是跟他的未婚妻苗飞在同居。杜猛，你负责 A 组，在他的小区附近设置监控点，以后他在哪儿，你的人就要在哪儿。明白。A 组变数最大，小李，你负责支援杜猛。好。这里，长安科技。王总，你负责 B 组。长安科技在这座写字楼的第41层，所有出入这个楼层的人都要尽快摸清背景。写字楼里人员复杂，要小心不要暴露。知道了。老六，哦，你负责带着 C 组，盯住长安科技的矿石储备点，最好可以24小时轮流蹲守，记录所有矿物还有人员的进出。他们一共有3个仓库，你注意分配好人手，相互之间及时通气儿。明白。贾总出事了，出事了！你快看，怎么了？快看！所有人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了吗？清楚。情况有变化。贾长安被股东实名举报走私国家稀有资源。宋局长，这不对啊！矿石储备作假，还有走私渠道这些，跟我们掌握的情报都吻合。这些一旦被人提前公布的话，我们的计划就落空了。不用布控了，直接把贾长安带回来。安静，杜猛，你们兵分2路去家里和公司找人。是。小李，到。你去技术科查找举报信的发布源，核实举报人信息。明白。喂，爸。你看到举报信了吗？我看到了。长安在哪儿？他怎么不接我电话呢？我也打不通。爸，这到底……菲菲，如果你联系上他，让他一定要把嘴巴关严实，不管什么人问他什么话，通通都说不知道，不要做任何解释。你也一样，懂吗？我知道。哎，你好，贾总出去了，贾总真的出去了，请留步，请留步。你好。喂，家里没人。行，先搜集证据。行，你那边呢？秘书说他刚走，他们在用天眼系统进行定位。我过来帮你。不用，先待命。明白。贾长安有说他去哪儿吗？一句话也没说，直接就走了。他是自己走的，还有其他人吗？就他自己。不过贾总好像报了一堆文件，我没看清楚是什么。知道了，谢谢你。王总。到。把各部门主管都叫回去调查，其他人先记录身份信息。好。老六。到。跟我走。这是8分钟前的画面。手机定位呢？等等。这是南城环路右河路口，马上调画面。喂。喂，安静，目标刚过南城环路右河路口，向南方向走。收到，正在追踪。
情就全乱套了。你说这个写举报信的人会不会有问题？喂，安静，目标已经到了羚羊路，刚才差点和对向车辆相撞，现在往东去了。往东去？飞机场跟火车站不是都在西边吗？他去东边干什么？没事，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监听，有情况随时通气。收到，明白。尽快。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subscriber. 长安，你在哪儿？你说话呀！你别吓我。我在。那个举报信，那是假的。我知道，我知道。长安，你这是有人陷害我。菲菲，你得相信我。我当然相信你，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做这种事儿。我现在说什么我都说不清了。国安的人要来抓我了。国安？他们早就盯上我了。长安，你听我说，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知道，我知道。长安，有人问你话，你什么都不要回答。爸已经去找律师了，你听到了吗？你快来鼎华找我，有话咱们见面再说，好吗？我错了，菲菲，我错了。这种时候你能不能不要再哭了？我跟你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菲菲，我该怎么办？菲菲，我该怎么办？菲菲，长安，我在公司等着你，好吗？长安，说话。我在公司等着你，你赶紧过来。好，我知道了。听苗飞这意思，他好像真的不知道事情。这也说不好。喂，他跟苗飞通了电话，现在车辆刚进入鼎华停车场，他们俩要见面。我们这边估计还得10分钟。这么久？刚才车祸把路堵死了，
我们现在换了条路，一定要尽快，不能给他们充公的时间。明白。咱们尽快。他车呢？应该是停在了监控死角。盯住所有的出入口，任何车辆进入都要记录。OK。姚总，姚总。 姚总，这个举报信，出去！能不能确定具体位置？定位没那么精准，大概在 A 区和 B 区的交界处。车门打不开，拿上工具箱。给局里打电话。发现目标，需要支援。 人死了。医生，麻烦你再给我们点时间。对不起，你们是国安？这到底怎么回事？稍后法医会告诉你们具体情况，请节哀。那封举报信的事，您应该已经有所了解了吧？我们来是想了解一些具体情况。
举报信是假的、捏造的，长安不是那样的人，你们给我出去！出去！别！抱歉，那我们在外面等。杨先生，您是不是还知道什么情况？您都可以放心的告诉我们。我主要是想问一下那封举报信，上面说的是真的吗？这个我们现在还不方便透露太多，但我们调查长安科技确实有一段时间了。有一个事儿我们确实可以告诉您。最新一批送往长安科技的矿石，已经被我们扣下了。你是说？相信你也听明白了，至少举报信这个事儿，不能完全说是假的。这个贾长安，他背着我干这种事情。苗先生，您事先真的毫不知情？进到长安科技的矿石可都是从鼎华出来的，这么大的量，肯定需要您的亲自批复吧？根据这张平面图显示，整个停车场只有6个位置是监控死角，但是贾长安的车偏偏停在了其中一个位置上。贾长安本身就有逃跑的意向，我认为是有意为之。除了苗飞以外，他在死之前还跟别人通过电话吗？确实通过一个陌生电话，但是没打通，我们正在查。贾长安一路奔着鼎华去的，他要见的人不就是他未婚妻苗飞吗？他要见自己的未婚妻，为什么要选一个监控死角？而且贾长安是到了鼎华附近才与苗飞通话的，从通话记录看，他事先并没有与苗飞见面的打算。这么看还真有问题。安静，先说说别的问题。好，法医初步鉴定，死者体表没有伤痕。肺里面呢有大量的一氧化碳沉积，死因应该是汽车尾气中毒。现场没有任何疑点。我反复勘察过了，没有打斗痕迹，而且监控的盲区非常小，如果有人上来袭击的话，一定会被拍到。监控录像显示，从贾长安抵达地下停车库到你们跟进，时差是在13分37秒。在此期间是没有车辆和人员进出的。对了，贾长安在临死之前给苗飞发过一条短信，只有3个字：对不起。这算是临终遗言了吧？所有线索都表明这小子就是畏罪自杀。我认为不能这么早的下结论。这不明摆着吗？证据说了算。我也认为不能这么早下结论。他想自杀在哪儿都可以，为何偏偏要选在鼎华停车库的监控死角？而且举报的内容并未核实，随时都有脱罪的可能，并没有到绝境。没错，现在还没有定罪，而且也不一定是死罪。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向往生的权利，他干嘛这么急着去死？所以这个电话号码到底是谁的？为什么贾长安在这种时候还要打电话给他？还有，他的秘书说，他从办公室走的时候拿了一叠文件，但在事发现场没有这叠文件。那这叠文件去哪儿了？是中间掉了吗？还是事后被人拿走了？我插一句啊，公安部门对案发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目前正在对毛发、指纹等相关的证据进行分析和检测。由于这个案子
涉及到国家的资源安全，所以公安部门同意配合我们的行动部署和保密工作。安静，你和杜猛继续跟进姚家妇女那边。贾长安的矿石是从苗焕阳那儿弄来的，不论苗焕阳有没有参加走私，他都是一切的源头。明白，并且我也觉得，作为贾长安的未婚妻，苗飞不可能不知情。那我继续追查那个号码，还有举报信的来源。这件事情我会安排侦查科的同事去做，你有更重要的任务。如果说贾长安是死于他杀，那么凶手一定对案发现场的环境是了如指掌，很有可能事先进行过实地勘查。明白了，别偷懒啊！往前倒半个月，每天的录像都要查。还用你说？马上，想什么呢？我在想，贾长安的死到底对谁有利啊？我以为你想放松放松呢。哎，你说这贾长安的死是对谁有利呢？还琢磨这个呢？贾长安一死，我们所有的线索都断了，我们就找不出他后边的人了。说到背后的人，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会是苗飞？你想啊，从背后操纵贾长安，还有谁比苗飞更方便啊？吹吹枕边风不就搞定了？像你这么说的话，那苗焕阳也不能排除可能性了。但杀人灭口哪有这么容易啊？苗家妇女真的就这么心狠手辣？所以啊，我就觉得很可能就是自杀。晴姐，我发现你现在特别相信马上的判断。人家说的有道理，我为什么不能信啊？而且这样说起来的话，他可能还有另外一件事也说对了。什么事儿啊？我在想，贾长安的走私案会不会跟鼎华的窃密案也能联系起来？你这思维也太跳跃了吧！你们要干什么？不行，别动！菲菲，放开！菲菲，听爸爸说，殡仪馆都联系好了，让他们拉走吧。你放心，我会处理妥当的啊。对不起，打扰了。怎么又是你们？情况我昨天都说得很清楚了。您别误会，我们有个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我们想再做一次尸检。什么意思？你们到底要干什么？王女士，我们想解剖尸体，确认死因。确认死因不是自杀吗？不好意思，对于案情我们不能透露太多。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死者为大？一句不能透露，就这样反复折腾他？我不同意。我能不能跟你们谈谈？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们。你想问什么你就问吧。我们现在相信，你未婚夫的死背后可能牵扯了很多事情。你提供的任何信息都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我就是想不通，他电话里明明说了要过来找我，为什么突然就这么走了？他不会这么狠心，不跟我见最后一面。他不是自杀，一定不是自杀。苗女士，
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贾先生的真正死因，所以才想争取你的同意，再次尸检，还原真相。你们为什么怀疑是他杀？你最后一次跟他通话是在哪儿？有其他人听见吗？我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门是关着的。苗女士，据我们了解，贾先生的双亲已经过世了，在当地也没有任何亲戚，所以我们想要进行更细致的检查，可能还需要你的同意。好，我同意。我必须知道事情真相。喂，你好啊。何老，你不要欺人太甚。苗总，你这又是怎么了？你做事也太狠了吧！哼，你到底说的是什么呀？贾长安的事，是不是你干的？贾长安，你女婿，他怎么了？他怎么了？他死了。死了？我又不认识他，你找我问什么罪啊？苗总，你是不是想多了？我让你干的事儿，那只是图财，我有必要给自己找那么大麻烦吗？你是没麻烦，我麻烦大了。听你以后，不要再联系我。姚汉阳，对，他怀疑我杀了贾长安。他怀疑错了吗？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跟我没关系。本来我以为只是销毁证据，没想到你下手这么狠。说实话，这件事情处理成这样，我也没想到。杰弗里的人这么快得手了，说明他们早有准备。换句话说，杰弗里根本就不相信我。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不好办，必须尽快找到新的供应商，恢复供应。这不可能。我想撤出去。别说傻话了，你走了我怎么办？你得留下来帮我。要是我非得走呢？你是不是把我也处理了？别忘了，就是因为保护你贾长安才必须死。可是我留下来有什么？苗焕阳没有作案时间，苗飞这边也一样，但这不代表他不能买凶杀人啊。确实有这种可能。
但是也别进入思维固化。喂，你好。你好，是马上先生吗？哎，对，我是马上。啊，我是鼎华行政部的，周一上午10点过来面试。周一上午10点。好的，好的，谢谢。谁呀？鼎华，通知我周一去面试。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以为你面试的事儿得缓缓呢。正常，这么大个集团，不得照常运转？那要不你先回去准备准备？开什么玩笑，哥们儿这专业素质，还需要准备？哟，你就吹一把，可劲儿吹，来。哎，我跟你说正事啊。贾长安上次拨出去那个陌生号码，给我接着查，别偷懒。没问题。那你呢？我出去一趟。刚才谁说不用准备？在这闭门造车也没什么头绪，我得去趟现场。可劲儿吹吧你这。我反复勘察过了，没有打斗痕迹，而且监控的盲区非常小，如果有人上来袭击的话，一定会被拍到。监控录像显示，从贾长安抵达地下停车库到你们跟进，时差是在13分37秒，在此期间是没有车辆和人员进出的。他想自杀在哪儿都可以，为何偏偏要选在鼎华停车库的监控死角？公安那边的检验报告出来了。这辆车刚买了不久，从车中提取到的指纹、毛发等等，要不属于贾长安，要不属于苗飞，没找到其他指向性的证据。宋局，后备箱查了吗？查了，没发现什么。安静。尸体解剖的结果出来了吗？李法医还没有回我，应该正在进行。胡子轩，你那边呢？地下停车场和附近通道所有的监控录像我都查了一遍，往前倒推了5天，确实没有发现任何的疑点。不过我找到一个关键的证据。这个基本可以断定，在安科长抵达之前，还有第3个人出现。这什么？贾长安从办公室抱走的文件。具体是什么文件，现在还没办法断定。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到的时候，文件已经被人拿走了。那个电话有下落了吗？使用者的身份已经查到了，是云南纳西的一个村民，女性，23岁，是个伪实名号码，是个死胡同。哎，马少，你刚刚提到车的后备箱，是你有线索了吗？我现在没有任何证据，也谈不上什么线索，但是我可以说下我的推断。我认为，凶手应该事先就已经躲进了贾长安的后备箱里面。不会吧？你这脑洞太大了点儿。是这样的，我昨天去了一趟案发现场，仔细地勘察了当时所有的监控设备，大致推断出了那个监控死角的面积，所以我得出了第一条结论：没有人
能在不被拍到的情况下追着贾长安进入事发地点。我明白了，贾长安呢是在苗飞的再三要求下才答应去鼎华跟他见面的，这完全是属于突发事件，而且贾长安不是鼎华的员工，他没有固定车位，所以他甚至停在哪儿都是随机的。完全正确呀，这就是我推出的第二条信息：凶手不可能事先就藏在案发地点，所以他极有可能在后备箱里面，等待时机成熟再下手。可后备箱里不是没有查到任何痕迹吗？这是技术问题，不是没有可能。而且我设想过凶手行凶的画面，很难在不发生打斗的情况下制服贾长安。吓我一跳。所以我认为，凶手使用了药物。是有可能。这贾长安又不是3岁小孩，有人靠近他肯定会有反应。贾长安从车上下来，存在视觉盲区，凶手完全有机会。而且，贾长安在这个过程里面没有反抗，说明还有一种可能性，熟人作案。你们的推测还差一个解释：凶手怎么离开？只要他走出监控盲区，就一定会被拍到。李法医打来电话了。喂，李医生。我们现在正在开会，宋局也在。好，那我现在开免提，你跟大家说。宋局长、安科长，是这样的，我在死者的左腋下发现一个疑似针口的创口，但是很奇怪，通过解剖，并没有发现死者体内有特别的药物残留。李医生，有没有这样一种药啊？就是可以迅速的让人昏迷，但是很快的就可以代谢掉。目前我还没有见过，不过从理论上讲，是可能达到这种效果的。就是昏迷的时间应该是非常的短暂。那还有其他发现吗？暂时没有了，详细的报告我一会儿给您发过去。好，谢谢，那麻烦你了。这种药物应该不存在吧？确实存在，但是很难弄到。你是不是想问，我是怎么知道的？给你看这个，这是你那个推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凶手如何离开的。这个我早就想过了，凶手应该是利用旁边那辆车离开现场，但是很不巧，这辆车已经不在了。我昨天检查过了，没发现。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推理可能漏了一种可能性？我赶去找贾长安的时候呢，凶手就藏在旁边那辆车的后备箱里，直到警察后来过来取证，运走了尸体，拖走了车辆，凶手都一直在后备箱里听着外面的动静，直到后来现场解除了封锁，围观的人都散了，凶手才从后备箱里爬出来，利用那块监控拍不到的盲区，拦了一辆车回家了，或者是混在围观的群众里面逃走了。你的意思是，凶手不仅仅是熟人，而且很可能是鼎华的人。不然呢？不然谁会让不认识的人搭自己的车？而且贺子轩不是看了吗？监控里面没有可疑的人。厉害呀，安姐！我真的发现你比当年更有魅力了。果然还是聪明的人比较有趣。你呢，确实比当年更油嘴滑舌了。我觉得你以前挺正经的呀。我什么时候不正经了？我现在说的话都是认真的。好。不过我认真的要提醒你，你之前去鼎华是为了抓那个商业间谍，但是现在事态升级了，我们都没有想到，对方为了达到目的，竟然会去杀人。既然这个凶手就在鼎华，我就更应该去查。所以，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万一你暴露了身份，他的目标就会变成你？我进国安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你能不能想清楚再回答？没事儿的，这不有你在的吗？你罩着我，你身手这么好，对不对？我觉得你也别太见外了。上面把你派到双清来，我还真能让你有什么三长两短。放心吧，你周一面试，祝你一切顺利。往这里走，再下去，然后往这里，往这里走，再下去，然后往这里。哎呦妈哟！你说你这孩子，你可吓死我了你！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我昨天晚上就回来了。你这准备面试呢？啊？一宿没睡？没有，我刚起来。哎呀，那你得先洗漱收拾好了再说。妈，您不用替我收拾，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可以啊。你自己来啊？啊？那行，那妈给你做早饭去，你快点啊。哎。妈，今天早上吃什么呀？都是你爱吃的。吃饭喽！吃饭啦！来，怎么了？这是，一大早的跟掉了魂似的。不是，我这刚看到，说是贾长安自杀了。贾长安是谁啊？苗总家的准女婿。啊？什么时候的事儿？有人在网上发了一封举报信，说他走私国家稀有矿石资源，还说可能是畏罪自杀。啊？那是小驹子今天面试，那怎么办呢？会不会受影响啊？这都说什么呢？就是人家苗总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有没有良心？哎呀，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苗总他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小驹子又是他给介绍进去的，我怕他会受牵连。妈，不至于，您想多了。吃饭吧。就是两码事，那净瞎操心。你好，你好，请问你有什么事吗？我叫马尚，我是来应聘的。哦，好的，稍等啊。马先生，您从这边电梯上去，直接到37楼，会有人接待您。谢谢。您是马尚先生吧？对，我是。好的，请跟我来。谢谢。马先生，这边请。马先生，您到里面等候就可以了。接下来的事情还会再有人来通知你们。好的，谢谢。好，来，谢谢啊，请坐。哎，好。你好，我叫杨迅。啊，你好，你好，你好，我叫马尚。你以前在哪个公司工作？嗨，我以前就是在北京干猎头工作的。哦，猎头来应聘人事总监，有点意思啊。哎，你呢？我就在鼎华工作，担任行政管理中心总监特助。啊。哎，
听说这新成立的人事部就是从行政中心分出来的。没错，你这消息挺灵通啊。那我们这些人，不都是你的陪衬啊？哎，这话绝不能这么说，咱们鼎华绝不信这一套，都是谁有能力谁上。既然这次是公开招聘，那大家的机会都是均等的。哎，我呢，顶多就是占了点脸熟的便宜，算不上什么。你就别谦虚了，我现在得随时做好拼不上的心理准备。哎，还得努力，还得努力。